我女儿在澳大前2天跟她的班级同学去海洋馆了。海洋馆不都有那种海底隧道吗？往顶上一看，就各种鱼游来游去的，小朋友们都很兴奋。这个说我喜欢这个鱼，红色的像珊瑚；那个说我喜欢那个鱼，银色的还会发光。老师问我女儿，那你喜欢哪种鱼呢？zelda？我女儿说，这些看起来我觉得都一般，我喜欢那种就是那种刺儿少的。我就发现小孩说话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就是众所周知，大家不听说了吗？最近拿铁开始冒话了，说出了人生第一句话，就他爸一直搁那问他，拿铁告诉爸爸鼻子呢，鼻子呢，鼻子呢。然后拿铁不耐烦了嘛，突然间整出一句在这儿呢。拿铁这个在这儿呢，当时让我想起来，我女儿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就是你看她长得像个外国人似的，你完全不能想象她一张嘴那么惊艳。就她小时候3岁那年，我领她回家，完我们全家领她一块去看一个湿地公园。那湿地公园就坐小观光车嘛，然后左边有什么黑天鹅，右边有什么丹顶鹤的。完他3岁时候长得更是就是特别像外国人，完还跟他爸坐一起。完前面那导游呢就以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外国孩，就非常热情，就使尽了浑身解数想和我女儿完成就达到一个沟通。但是呢，你说丹顶鹤那玩意儿谁知道咋说呀？然后那导游也挺聪明，就调动了自己所有的英语单词储备量来刺激我女儿，就逼她说出这个动物丹顶鹤到底什么东西。Look at the animal. Is it a dog? Is it a tiger? Is it a dragon? 我女儿无比淡定的回答：“你傻呀，那不大鸭子吗？那不大鸭子吗？”然后上个月我被那个咪咪巴拉邀请去参加一个访谈式的一个小拍摄，就是倡导和孩子多沟通，像朋友一样交流。然后主题是大人的难题，咪咪的答案，就是把大人平时老问的这些难题问小孩，看他什么反应。然后我就问那小孩，那小孩5岁，我说：“请问你有容貌焦虑吗？”那小孩说：“什么是容貌焦虑？”我说容貌焦虑就是一个人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，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，所以他很苦恼，他很难过。所以你有容貌焦虑吗？那小孩说啊，我没有，我照过镜子，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看的。我说对，你说的非常好，就应该这样，让咱们从此都没有容貌焦虑。然后录完之后，那小孩偷偷把我拽过来了，说彩玲老师，我没有容貌焦虑，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焦虑。当时给我逗坏了，我就跟我女儿视频，我说在澳大呀，咋整啊？人家别的孩子说你的妈妈照镜子，看到镜子里的人应该焦虑。我女儿说没事啊，妈妈，我要回去了，等我回去咱们俩一起照镜子，那镜子里只要有一个好看的，你不就不焦虑了吗？虽然这句话很伤人呢，但她最近也说了一句非常暖心的话，因为他们如果回来的话，隔离政策不是现在要在酒店隔离21天吗？我就有点担心，我说你回来了，在酒店得跟爸爸2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待21天，你会不会害怕呀？他说我不害怕呀，我这21天待的地方再小，也是离妈妈近的地方。我当时就泪崩了，我就想啊，来在澳大肯定赶快就回来了。拿铁1岁多，终于要和亲爹相见了，到时候俺们一家赶紧领着在澳大和拿铁，你们也是，然后像我一样穿上好看又舒服的迷你巴拉，然后去看看肥嫩的大鸭子，还烤刺儿少的鱼，啥能有这幸福呢？你说？哎，你们敢相信吗？我的大胖媳妇儿博士毕业了，雪人成为了一名博士。对，就是这个媳妇儿，我没换媳妇儿。失业之后想完成自己的学术梦，开始狂改论文。结果呢，第1次提交论文，他导师抠为的了；第2次提交论文，他导师又抠为的了，连他导师的妻子导娘呗，属于也抠了。他第3次刚要提交，我说你等会儿，你交一次他抠一次，你交一次他抠一次。你导师今年76了，你这是第3次交，他可经不起第3次抠啊！你的最后论文没提交上去，你把他给提交了。我说要不然你让你老师打个疫苗吧，他这疫苗不满第3针，你这答辩都难过60分呢。然后他跟他导师联系，他导师说我确实最近又非常不舒服，而且我现在面临着一些就是家庭婚姻的一些困境吧，我确实是很焦虑。我说他是不是又得了？你导师不是叫 David 的吗？就直接改名叫 COVID 得了，正好他媳妇要跟他闹离婚，COVID 的 Hawk， 新冠绿巨人。反正不管咋地吧，就最后他是过了。但是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真是不要盲目崇拜学历，一个人的智商其实他证明不了什么。娶了潘金莲的武大郎，想滑雪依然找不着腿；拿了博士的大雪人，上厕所依然找不着北。比如我老公前天跟我妈视频电话，给我急坏了。我妈跟他视频嘛，我妈说我看你今天外边天挺好，你带孩子出去玩玩去。我老公想回答呢，我要防晒，但是他的汉语不好，我也不知道咋寻思的，他就把防晒说成了防带。然后他告诉我妈，不可以，我要防带。我们都要防带。我妈说你防不防带的也不当你出门啊，你咋的？你防带叠加了？你怕逮捕啊？你家是老赖呀？我老公也没听明白我妈说啥，问我妈，难道你不防带吗？你不防带吗？我妈说你们加拿大可能防带，我们铁岭不防带。铁岭呢人反正是比较要强，再说也便宜，不至于。
我老公说，贵要房贷，便宜更要房贷，加拿大要房贷，铁岭也要房贷，我们都要房贷。我的姥姥，我的妈妈，我的女儿都要房贷。我妈说你姥心挺大呀，你姥多大岁了？How old is your 姥姥？我老公说 My 姥姥is 83。我妈说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了，这要在中国，你妈咱讲话当姑娘的，不得帮一把吗？我老公非常认真呢。我姥姥的房贷是我姥姥的房贷，我妈妈的房贷是我妈妈的房贷。我姥姥不能帮我妈妈房贷，我妈妈不能替我姥姥房贷。我妈说啊，我听明白了，这是我老了，我要是有房贷，也别指着你呗。哎呀妈，别唠了，心拔凉。哎呀，给我老公也急够呛。哎呀，凉也要房贷，热也要房贷。哎呀。你们知道让中国老人和外国老人一起带孩子是什么结局吗？结局就是中国老人除了带孩子，还得带外国老人。我和大胖媳妇一起出差了，就留我爸和我婆婆在家一起带孩子。这一早上孩子连玩带闹太累人了，我爸就想出了一个能短暂解救自己和温迪的方式，让孩子去躲猫猫。反正我爸也没准备跟孩子们真玩，就寻思让孩子消停一会儿。我爸的计划是宣布现在开始躲猫猫，然后孩子们一跑，我爸呢就可以给温迪沏一杯茶，俩人休息一会儿。我爸没想到他一宣布，孩子们，咱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叫躲猫猫。温迪I love that game。噌家窜出去了，狗都追不上。人家张大姐已经找好的地方，我婆婆觉得好，跟张大姐抢。张大姐说不行，这是我选的地方。温迪告诉他，孙子，咱俩换。我本来选的地方吧是狗窝，但是亲爱的上帝，谁能想到那还有只狗？拿铁，这样我给你2块糖，咱俩换。温迪就藏起来了。朋友们，一个加拿大60岁的老太太，顶着190的血压和33度的高温，足足17分钟纹丝不动啊！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成为躲猫猫的猫王。15分钟之后，孩子憋不住了，在窗帘后边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我爸一看也歇了足足15分钟了，就说游戏结束了，你俩赢了，天也晚了，也不热了，咱出去遛狗吧。仨人上电梯都到1楼了，我爸突然想起来少个人。少个人啊？温迪呢？不要说，不让说。不要说。这把忘记了，没找他呢，赶紧给找回来。你赶紧找哪个去？他不定搁哪眯着呢，你闷死了一会儿，闷死了一会儿。哎呀，这不是大活人呢。你说说吧，温迪有多不好带？温迪还给我打电话投诉我爸，说我爸老不带他玩，让我爸教他练剑，说想了解一下中国老年人闲云野鹤的生活。我爸没办法，只能带上他一起晨练。不要问题，咱们还是学最简单的。哦，出汗了。乖，咱俩回家吧。多动症有点儿，哎，又来了，给我爸忙得坏了。温迪这边跟我爸学练剑，人家温迪根本不看孩子们，温迪经常让孩子在外边随便玩，踩泥巴、钻沙堆，这都还好。真正让我爸崩溃的是，踩完泥巴、钻完沙堆之后，回家直接穿鞋上床，随便踩。那你说谁对干净都有自己的理解？咱不站队了，我只知道论干净还得蓝月亮。我还特意去人家的洗涤科技馆学习知识，还实操了，搭配玉图神器，让游班无所畏惧，轻松搞定日常衣物、床品污渍，连难闻的汗味都能有效去除，好神奇！哎，我发现很多老外都这样，穿鞋可以直接踩在床上。我问温迪为什么，温迪说被是有2面的，外面咋埋汰没事儿，你钻被窝里干净的就行。而且如果你的顾虑是怕鞋脏，那没事儿。今天我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，压根就没穿鞋。等我出差回来，发现我爸和温迪都不在家，一问我爸领温迪看中医去了。我爸觉得温迪肯定是火大或者什么毛病，造成了他的躁郁和癫狂。然后人家医生问温迪啥，睡眠呢、饮食啊、心情啊，温迪都说特别好。医生就问我爸，那他到底是哪儿不舒服？我爸说他让我不舒服，让我不舒服。